你好，我是老胡，欢迎大家来到老胡的油管研究院的频道。我们经常讲，要使得这个视频的画面的丰富性得到加强的话，让这个视频好看，一个常见的方法就使用分镜或者是使用素材。那么使用分镜和素材的时候，我们通常讲有两个东西要注意，一个是这个分镜之间的切换呢，要讲究逻辑啊，从一个内容到另外一个内容；另外一个就是时间上面要把握这个正确的时间点，不要在说话的当中去变换这种画面的一个这样的上下文，这样观众看起来非常难受啊。他可能缺乏这种技术上面的理解，讲我不知道你这个视频是怎么回事，但是我看的就不太舒服。但我刚才讲了两个，一个是逻辑上的设计，另外一个就是本身这个素材或者分镜切换的时间点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讲的是这样一个时间点，这个概念其实是非常简单，但是很多人呢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基本的东西，一旦知道了以后，你下面就容易使用。好，我们今天带给你3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画面出现变化的时候，这个人说话在什么样的位置，是不是说完了一句话然后再切换。请注意看。6期间经历了5次熔断，最终一夜跌了300亿。瑞幸咖啡这家公司于2017年年底成立。看到了，他每一次换这个画面的时候，都是上面一句话说完了，然后在下面一句话的时候切换。到2019年5月，在美国纳斯达克敲钟上市，只隔了18个月。看到了吧？好，这个概念非常之简单，你不要讲只隔了，然后在这中间就给我换画面，非常难受，看起来。好，第二个例子。What is my purpose? With so many opportunities 看到他换了一个画面。that life has to offer, and all these different jobs and careers, it's quite difficult 看到又换了一个画面，就是这句话开始的时候，他换一个画面。to decide what we want to do with our lives. Society 看到了，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就很舒服，你等于是你的呼吸的节奏跟着他一起，这种感觉，他换气，你换气。如果是你在中间，他讲到这个地方 ，Society demands us， 然后你就换，你就人感觉到特别不舒服啊。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如果你自己去剪片的时候，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动作，大家一定要记在心上。好，我们再看第3个例子。发散一战成名。如果你去看历史上有名的创作者，很多人都有让自己转换到发散模式的习惯，像是简·奥斯汀、狄更斯、康德、尼采，这些人都会透过散步来截取灵感。还有像是西班牙的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他会在椅子上拿着一串，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每次都是把上面一句话讲完了，如果这个时候你需要切换的时候，你就换一个素材或者换一个分镜啊。钥匙打瞌睡，所以他快睡着时，钥匙掉落的声音就会把他唤醒，让他可以在半梦半醒之间发想自己的创意。这些都是在专注跟发散2种模式之间转换的例子。不过要实行这种方法基本的一招。好，3个例子足够了，概念非常简单，下次大家就不要忘记了，这是掌握的最基本。关于分镜逻辑设计，那是完全另外一个不同的概念，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但是我今天借这个例子的话，要顺带讲一下很多人对出镜做节目有恐惧各种各样的原因，隐私的保护，觉得自己长得不够漂亮你看，今天我就带给你另外一个例子，这个面具我看过各种各样的，不见得讲这个面具多豪华，有的人就把那个背心剪一下，上面抠2个这个洞有的人是把比较大的或者是什么样衣服包个头都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这一点，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面具也好，或者头套也好，它第一要比较有特色，你跟别人重的就没意思，就是在淘宝上面就买一个，这就没意思了，不独特，对吧？要定制一个然后呢，这个东西可能是自己做的，像这个东西不是很复杂我不知道它是自己设计的还是借鉴了别人的创意。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东西呢？你得让我看见你的眼睛和嘴巴。脸这一部分，如果你全都挡起来，那就变成一个我没办法跟你交流你要让我看见你的嘴巴在说话，眼睛在动，那么你这个面具变成什么样子其实都不重要，因为它有交流的感觉，这一点非常重要。
以前我在做红脸那一期的时候就讲过，他这个嘴巴盖起来了，所以他在那说话的时候，大家没有感觉。你一定要把这个地方把它切开，大家看见你的嘴巴，看见你的牙齿，这样子才有这种交流的感觉这个头套，这个面具挡住的是你的脸，但是你一定要把你这个面部最具有交流特性的眼睛和嘴巴留着。所以今天我就借这个例子告诉大家，你可以随便做任何的一个面具头套也好，多古怪都没有关系，但是请你把眼睛部分和嘴巴部分留着我们再感觉一下。前提是自己要先经历过专注模式，至少动脑思考过一次问题，才能把问题输。看到没有？如果你把这个地方盖起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你想象一下。好的，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讲了一个分镜的使用分镜或者使用素材的时候，从一个时间点上面一个这切换的概念。另外借这个机会讲了一下面具和头套的这样一个做法。好的，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再见，谢谢。